白羊处女座6月开始情感方向解析。终于轮到我们白羊座了，我真的很开心啊！我们再次向白羊座的宝宝们表白啊！你们真的是最美好的存在了啊！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那么接下来的解读呢是链接大众的啊，以分析情感问题为主，也希望幸福的白羊宝宝啊继续幸福下去。那么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第一张牌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魔术师的逆位啊，那么白羊真的是忍不住的宠溺对方啊。那么这里齐聚啊，这个风火水土4元素，白羊会真的忍不住在对方身上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啊。魔术师呢也象征白羊啊对方的一个付出是全部的。那我们接着来看看白羊的一个感受。好，那不得不说啊，白羊真的是12星座里面啊最好的一个倾听者了。就虽然有可能啊，这个平时白羊话不太多啊，但是偶尔说出来的话多半能够叫醒你，也能够抚慰你啊。而且我会觉得说，白羊他不会是一个轻易去开始一段感情的人。也就是说，白羊一旦动了心啊，那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感觉我们白羊宝宝呢啊，这段感情真的就像是上天安排好的一样，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好像这个人呢啊一出现就直接俘获了我们的一个内心，但是啊感觉我们白羊宝宝最近可能不是很开心哦。那么走到下面这边出现的是一张这个圣杯骑士的一个逆位啊，就真的是会有一种这个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们白羊呢这段感情呢其实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啊。就是一种需要我们去争夺的感觉。那么这段感情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我们白羊会慢慢的发现自己可能就掌控不了对方了，就像一根小草面对一棵参天大树一样那么在面对对方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这个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张牌出现逆位的时候呢，也是暗示着我们白羊那么在这个人身上确实是满足了很多自己对于爱情的一个幻想，就比如说对方给予的那种温暖或者说对方的一些温柔呵护体贴或者说一些浪漫激情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白羊其实是非常享受被他宠爱的感觉的。那么对方呢也是给予我们很多一个美好的时光，但是这张牌走到逆位的时候呢你其实就感觉现在这种状态其实不能够永远的维持下去，那么这段关系呢其实并没有特别稳定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白羊可能在后期的时候会有些不满，会觉得对方好像不是自己能看得懂的，甚至呢会觉得说对方变了感觉自己在对方那边得到的爱和重视好像越来越少了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接着往后看，这边出现的是一张倒吊人的一个正位那也就说明我们的白羊其实在这段感情里面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像牌面上这个人一样就手脚都被束缚住了。也就是说呢咱们白羊是很注重感情里的分寸感的，要就是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对方舒服。虽然说呢我们心里可能是有些不满的，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跟对方表现出来，所以说呢感觉也是一直都是在试探对方在等待对方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这边是什么样的。好，那么这边出现的是一张圣杯5的一个正位那感觉对方好像很纠结，对方呢应该是带着情绪在原地踏步的，对方好像不知道跟我们白羊这段感情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未来。因为圣杯5回到圣杯4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这个慢慢累积失望的一个过程这可能是之前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很多的事情或者说不愉快，那么这些事情呢堆积在对方的一个心里面还没有释怀，那么所以说这张牌的话就代表说对方对我们白羊他现在是一个很失望的一个状态心里的情绪其实是没有得到宣泄的，那么自己呢又没有强大到能够去化解情绪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呢他还是会感觉跟我们白羊之间的隔阂是比较多的。包括这边出现教皇牌逆位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人他是有很多的一个责任的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规则或者说底线是需要去遵守的。所以他虽然可能说很爱我们的白羊，但是当你不符合他的一些期待的时候，他就会去想做一个切割。那么虽然说呢他跟我们白羊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谈恋爱什么的那么好像都还挺开心快乐的，但是说到考虑比如说一些合不合适的问题，或者说那个可能为了自己的事业考虑这个周围人的一个关系或者说可能家庭方面又有一些不赞同，那么他还是会想要去理智一点但是说句实话，这个人他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自虐行为那我觉得对方他可能就是做不到那我觉得对方很有可能就是做不到的只不过这段感情它是充满了一个变动和阻碍，所以说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发展，后续我们还是要接着往后看才能知道。好，那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圣杯9的一个逆位感觉我们白羊还是希望这份感情可以得到周围人的一个认可，但其实好像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阻碍或者说反对，感觉这个感情呢好像并不是世俗意义中的一个般配的爱情也许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个爱情的一个年龄差会比较大，
或者说你们之间可能是一个多角关系的一个存在，又或者说呢，一方他可能已经有家庭了，总之就是没有办法去见光。那我们白羊在这段感情当中呢，其实也是白费了一个心思啊，那么一心就是想要去占据对方的心，可以说有非常的一个执念。那么后面出现的是一张这个圣杯国王的一个正位啊，包括还有一个宝剑女皇的一个正位，可以说感觉双方之间的缘分感还是很强烈的。我们白羊对这个人呢，既柔情似水啊，又恰到好处的脾气和态度啊，就希望能够成为对方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啊。所以说白羊这一次呢，也是真的爱上了对方啊，才会无条件的付出这么多。那我们白羊呢，还是希望啊，对方能够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啊，要跟自己在一起，想要跟自己在一起，想要跟自己长长久久的，至少要看到这样一个态度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啊，他这边的一个想法啊和状态是怎么样的。好，那对方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星币10的一个逆位啊。那其实看到这张牌呢，还是会觉得说对方他的确是有想过啊，和我们白羊在一起，可能走入一个婚姻的殿堂，或者说能够修成正果吧啊。那他其实也会为了这份感情去努力的。但是这张牌走到逆位的话啊，其实也就是在说对方努力过后啊，还是会觉得说两人的一个阻碍感太重了。那么感觉自己呢可能看不到两人的一个未来啊，所以说再往下走啊，这张圣杯这个王牌的一个逆位的话啊，那我会觉得说有点替我们白羊开心啊，我们白羊这段感情其实还是很值得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白羊确实是占据了对方的内心的，但是啊，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呢两个人在错误的时间里面相遇了啊，就是不会发展的特别的顺利啊，所以说走到这边逆位的愚人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很强烈的造化弄人的感觉啊，就感觉双方的话呢，你们目前来讲是很难跨越这些问题的，但是并不是说要去做一个切割，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缘分啊还是很深的啊，是不能够轻易的去断掉的，只不过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解决去处理。那么其实以我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啊，我觉得恋爱关系不怕夭折，就怕遗憾。在我们还能够勇敢去爱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后悔的机会。那么其实看完所有的牌，我也是真的觉得啊，你们两个人的话也是会有一种苦命鸳鸯的感觉。但是毕竟事在人为嘛啊，一份真正值得的感情是不会被任何外界因素所打败的啊。所以说我也建议我们白羊可以不用太过于这个心急，你不妨去观望一下啊，对方接下来他的一些行为。那我们白羊喜欢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你也要自信一点啊，不仅仅是对自己有自信啊，也要对这段感情有自信。如果说你们两个人是能够齐心协力去克服现实的阻碍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啊，这件事情一定会出现一个转机的。那么最后呢，也是希望，真心希望啊，我们白羊宝宝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侍女终于明白过来了啊，我们其实知道很难跟这个人有结果啊，所以说其实当这个牌面啊正一牌逆位出现的时候呢，就表示侍女已经被这段时间啊折磨的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逆位的正一牌呢，就意味着侍女也是为了这份感情已经纠结了很久了，而且这其中呢也包括咱们侍女的一些期待啊，的确是五味杂陈。因为这段感情呢明明是你们两人是相爱的啊，但是就是面临了一个特别多的一个外界的压力，包括说现实当中的一个各种困扰，那么这些呢都让侍女啊也是无比的心累。就像这个冥想当中的自柔女神一样，就侍女也是慢慢的啊进入一个自我反省的状态。所以说其实侍女早就看透了啊，我们不想再这样持续的消耗下去了，就会像这个利刃出鞘一样啊。那其实我看到你们已经在试着分开了啊，但是逆位的话呢，会有一种这个分开的阵痛感。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的确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一旦分开了呢，你们又会这个思念啊，又忍不住去思念，曾经那么相爱嘛，就真的很难是说放下就放下。就我忍不住要看看啊，阻碍你们两人的到底核心是什么东西。好，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命运之轮的一个逆位啊，那很明显，侍女和对方呢，你们还是非常有缘分的，两人呢就像是这个天作之合一样啊，因为很少这种牌面啊会出现啊，但是逆位呢也是会比较难以维持，会有一种你们两个再相爱啊，也经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个上天注定的缘分，侍女就像命中注定一样啊，那么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注定会受伤。就这么说呢，其实是有些残忍的，但是更残忍的是这边啊逆位的星币骑士。就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甚至呢，我们的侍女可能会觉得说，一开始的热情啊，我已经逐渐消散了，觉得呢自己是在单方面的付出，单方面的一个炙热，就觉得说，对方好像没有就是像我们一样啊，对待这段感情抱有这么多的期待。那甚至说呢，有的侍女宝宝还会觉得说自己只是对方的一个备胎而已啊。那其实到这里已经问题很严重了啊，双方呢已经度过了一开始情深似海的阶段了，两个人呢啊现在已经这个感情已经趋于平淡的状态了，所以说呢我们侍女呢就是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心来保护自己。
主要呢也是真的啊，害怕自己没有得到对方足够的重视，就不想让自己在感情当中彻底的没有尊严。但是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侍女的心还是偏向于对方的，只不过呢，可能想要对方的回应啊，或者说想要默默的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啊，所以说呢，我们的侍女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行动，就还是在这个犹豫和观望之中啊，那么也是在默默的给这段感情一个发展机会。好，那我们接着往后看。好，这边首先出现了星币4的一个逆位啊，那么其实也就说明我们侍女宝宝还是比较害怕啊自己会受伤的，因为我们侍女喜欢的这个人呢，我觉得啊应该还是比较优秀的，毕竟呢啊我们按照我们侍女的一个眼光来说的话，那么对方优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我感觉啊我们的侍女应该还是比较欣赏对方的，甚至说呢啊也会觉得对方是自己可以依靠的那个人，可能呢我们侍女啊也是带着那种仰慕的目光啊去看着对方啊，那么对方这边的话逆位的星币6也恰恰说明了啊对方他其实也是很认可我们的啊，认可我们侍女的，而且呢他也是很愿意为我们侍女去付出的，甚至说不管是哪方面他都是愿意以我们侍女为主，只不过啊他可能还是对我们有所隐瞒啊，或者说呢他的一个心里还是有所考量的，所以说呢我们侍女啊就会觉得自己可能还没有真正的一个走进对方的心里。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好，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这个星币3的一个逆位啊，我觉得会说我们侍女接下来也是比较被动的一个状态啊，会跟着自己的一个情绪走，并不太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啊，甚至说我觉得星币3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你们要面临3方关系的啊，就哪怕说自己可能已经想要退出这段关系了，但是在心底里还是想要再听一下对方的想法，或者说再考察一下对方的心意啊，那么但是我会觉得说对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牵绊了，因为在他的心里啊，我们的侍女宝宝才是他的最爱，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纠结一些事情啊，去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情了。那么虽然说啊，我们的侍女宝宝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啊，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事情来消耗我们自己啊。那么如果说真的有感觉说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好好的当面说清楚，去问个明白，免得是一场误会，对不对？那白白浪费掉自己的眼泪。那么再来看看下面这张逆位的权杖国王啊，我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误会和争吵的，可能你们双方之间是没有办法见面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有的事情啊没有办法说清楚，而且侍女宝宝呢本身就是有点情感洁癖的，我们呢会很希望自己的这份爱它是完整的啊，是独属于自己的，所以说呢啊也有一些不符合我们预期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也是会比较的纠结，会耿耿于怀。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那么对方还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我们的侍女宝宝可能啊就真的会想要去结束了，因为我们侍女她是没有办法啊接受自己感情当中出现一个缺失的，而且这边权杖王牌逆位出现的时候呢，也就是在暗示着我们侍女啊，你会有一段非常纠结痛苦的时光，因为我们侍女对于这个人的感情啊，它是很深的。那么如果去刻意切割的话，是真的会让我们觉得痛不欲生，但是呢，又会害怕说自己啊没有办法去把握住这段感情，害怕自己呢会处于下风啊，所以说会感觉我们侍女的神经啊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好，那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宝剑3的一个正位啊，我会觉得我们侍女的心被缠绕着了啊，被阴霾笼罩着，因为这张牌呢就暗示着我们侍女啊是有些希望会落空的，可能对方没有办法给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啊，或者说想要态度，所以说呢我们侍女在短时间内啊也是很难消解自己的一个负面情绪的，就好像自己的心是找不到归属一样啊，一直是飘忽不定的。可能呢有些侍女宝宝也会尽力的隐藏自己的伤心和难过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侍女呢还是真的很伤心啊。那对方这边呢出现的是一张逆位的教皇牌啊，那我会觉得说对方还是比较成熟的，我们侍女呢对他的认知还是比较正确的，对方啊他很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或者说隐藏自己的秘密，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心事很多的人，或者呢对方城府会比较深啊，根本就不是我们侍女能够看透的一个人。那么再来看看后面的这个女皇牌的逆位啊，其实也就说明对方对我们侍女也是付出了真心啊。那么从内心来说呢，对方也是很不愿意失去侍女的，甚至会觉得说啊，我们的侍女是他的灵魂伴侣，那么他是很想跟我们侍女啊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所以说我会觉得啊，我们侍女宝宝这个所做的一切，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啊，毕竟这还是算一场双向奔赴的感情。那么结合整体牌面来看的话啊，那么其实说来说去呢啊，还是会觉得说我们侍女这段感情，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你们两人之间呢还是非常有缘分的啊，但是可能现在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啊，那么双方之间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只不过呢，我会觉得说我们侍女宝宝啊喜欢的这个人，就你能不能再坦诚一点？毕竟嘛啊，投入了自己的一个真心啊，就不要再去试图掩藏什么、掩饰什么了。就你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真诚，才能够走得更远。
而我们的这个侍女宝宝呢，我觉得也不用过分纠结啊，或者说让一些事情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个正常生活节奏，那么可以尝试着跟对方多进行一些有效沟通啊。那么如果是真的遇到了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那我觉得不如先放一放啊，试着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那么其实有不少粉丝啊都找我交流过啊，我也不止一次的去说过。感情绝对不是你人生的全部啊，那么心动的感觉也好，失望的情绪也罢，都只不过是我们的人生一次一次的体验啊。因为杨绛先生说的对啊，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那么希望我们的侍女宝宝也能够听得懂。好，真心祝福你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侍女近期的一个感情发展状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